今天我不只要帮你们省钱，我还要救你们的命。常有人跑来问我说，尼斯啊，为什么我这辈子明明做事很努力，可偏偏就是存不住钱？为什么我那个儿子小时候乖巧得很，怎么到了这几年突然像变了个人，非要跟我对着干？还有更奇怪的，明明去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但我就是觉得浑身不对劲。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慌了，跑去找所谓的大师改名，甚至还有人花大价钱搬个什么转运的大水晶洞回家摆着，弄了一大圈，钱也花了，力气也废了，结果呢，日子还是老样子。我告诉诸位，真正的改运天机根本不在那个深山老林的大师手里，也不在什么笨重的水晶洞里，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家里的厨房里，可它的威力却比你们花大价钱请回来的那些法器还要大。这招听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杯水，一把盐。很多人一听这个话就笑了，心里肯定在想，尼斯你又在开玩笑了，盐水还能改运吗？错，你们要是只把它当成一般的迷信来看，那你就是典型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本就不懂这里的道道。你们要知道，我们中医讲东西讲的是悟性，讲的是老祖宗留在易经坎卦里头的终极密码，这也是物理学啊。这里面有两个核心道理，你们仔细听好。先讲水，大家知道水性是向下的，它善于去那些最脏、最臭、最低洼的地方，它不嫌弃脏，因为它有能力把脏东西包容进去，溶解掉。现在的科学家才刚刚发现说水有记忆，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知道了。道士画符为什么要用法水？佛教洒净为什么要用甘露水？因为水能承载信息，水能承载意念。我们用这杯水就是要用它的坎线之性去把你周围那些乱七八糟的磁场，像录音机录音一样，全部给录进去，全部给吸进去。再来讲讲盐，如果说水是吸纳，那盐就是攻坚。在中医里，盐是咸味，咸味入肾，肾主骨，肾主恐。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咸能软坚，我们要用咸味的东西去把硬块给软化掉。身体里长了硬块，长了肿瘤，我们中医用牡蛎，用昆布，因为它们是咸的嘛。那你命运里的硬块是什么？是你那个几十年解不开的冤结，是你那个顽固的像石头一样的倒霉气场。你的运势为什么不好？因为你每天在外面受的气，你心里的怨恨，你生病留下的病气，全部粘在你家里的墙壁上、家具上。你们光靠扫地、拖地、打扫卫生有用吗？扫把扫走的是看得见的物理垃圾，那些看不见的能量垃圾，它是阴性的，扫把怎么可能扫得走？所以你需要一个能量吸尘器。当我们把高浓度的盐放到水里，制造出一个高渗透压的能量场，它就像一个强力吸尘器，会源源不断的把你房间里那些游离的、负面的、阴寒的能量强行给逼出来，吸到这个杯子里去。这就是为什么这杯简单的盐水能救你的命，因为它是在帮你清理环境里的能量垃圾。这个局一旦布好，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能把你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那些倒霉气、晦气、穷气，硬生生的从你的命格里吸出来，把它锁死在这个水里面。诸位听懂了吗？一定要对这两样东西心存敬畏。老天爷是慈悲的，解药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空气、水、阳光、盐，哪一样不是最便宜的？只是你们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光相信那些昂贵的假玩意，看不见真理罢了。既然明白了原理，那下一步我们就不能马虎了。这杯水要怎么做？用什么杯子？用什么盐？这里面的讲究大了去了。如果做错了，用了塑胶杯，用了化学盐，那你不是在改运，你是在制造垃圾，是在乱搞。下面我要手把手教你们如何正确的布这个局。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要去打仗，你拿根破木棍去跟人家的机关枪打，你这不是嫌命太长吗？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布这个西煞局，你是要跟那些看不见的顽固的晦气去博弈。你手里的家伙事如果不行，那你不仅吸不走晦气，搞不好那个杯子炸裂了，反而把煞气给惊动了。首先我讲两件事，选杯子和选盐。先说杯子，我看到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跑到楼下便利店买个喝水的塑胶杯，
或者是家里喝剩的那个奶茶杯子，洗一洗就拿来用，简直是胡闹。千万不要用塑胶杯。为什么？你们要懂一点现代科学，也要懂一点五行。塑胶是什么？是石油提炼出来的，是化工产品。在中医和易经看来，它是死物。塑胶最大的特性是什么？绝缘，它不导电，不导热，也不导气。你用一个绝缘的封闭的死东西去装载我们要用来沟通天地的水和盐，那个气场怎么流通？那个磁场怎么交换？煞气进不去，好运出不来，这不就是个废物吗？还有人问，尼斯，那我用不锈钢碗行不行？金生水嘛，也不行。金属的东西带有肃杀之气，而且你们要知道，我们用的是高浓度的盐水，盐是会腐蚀金属的。你把盐水放在金属碗里，几天之后生锈了，那水里就多了一股锈气。锈气是什么？就是败坏之气。你本来想改运，结果搞了一盆败坏的水在家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要用什么？听好了啊，首选玻璃杯，次选陶瓷碗。为什么要用玻璃？第一，玻璃是砂纸烧出来的，它的本性属土和火，土能克水，火能生土，它性质稳定，不会跟盐发生化学反应。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透明。我们要望诊啊，接下来的几天，这杯水会发生千奇百怪的变化。如果杯子是不透明的，里面发黑了，长毛了，你都看不见。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家里的风水状况。一定要用那种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玻璃杯，不要带花纹，不要带把手，就那种最普通的圆柱形玻璃杯。圆代表天，代表圆满。你弄个方形的杯子，那个角就是煞，就是尖刺。我们要圆润，不要尖刺。再来讲选盐，这一步 90% 的人都会做错。很多人跑到厨房拿那个炒菜用的细盐，那一袋才1-2块钱的，哗啦啦倒进去，错，大错特错。那个精盐是经过工厂层层加工的，它是纯化学的氯化钠，里面的矿物质，里面的微量元素早就被剥离得干干净净的。在中医里那叫死盐，它只有咸味，没有咸的魂。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粗盐或者天然海盐。你们去菜市场或者去网上买那种颗粒大大的，甚至颜色有点发灰发黄的，看起来不怎么精致的盐。为什么？因为海盐保留了大海的全息。大海里有什么？有几十种矿物质，有天地的精华。只有这种天然的粗盐，它才是大海的骨血，它才带有那个生发之机，才有那个破镜。我们要利用的是海盐里那个狂野的原始的能量，去震碎你命格里的负能量。你用那个温室里造出来的精盐，软绵绵的，怎么打仗？用量是多少？不要抠抠搜搜的。我们要调的是饱和盐水，甚至是过饱和盐水。你往水里倒盐，搅一搅，化了，再倒，再搅，直到那个盐再也化不开了。杯底盛了一层厚厚的盐巴，这时候才够劲。这叫什么？这叫极。物极必反。我们要把水的浓度推到极限，它的张力才会达到极限，它的吸附力才会达到最强。最后讲一下水，水倒是不挑剔，自来水就行。但是有一点，如果你能弄到阴阳水，那就更厉害了。什么是阴阳水？一半是开水，也就是煮沸过的，一半是生水，也就是水龙头直接出来的。开水是阳，生水是阴，两者一混合，这个时候水里的气场是旋转的，是对流的。用这种水来化盐，那个能量场的启动速度会非常快。好了，东西都准备齐了吗？一个透明的圆玻璃杯，一袋天然的大颗粒海盐，一壶阴阳水。看着这三样东西，你要心生欢喜，你要把它们当成是你请来的神兵天将。下面我们要进入最神圣的环节，杯子有了，盐水调好了，现在这杯水还是一杯无主的孤魂野水。它虽然有吸力，但它不知道该吸谁，身上的煞气是吸你的，还是吸你家猫狗的，还是吸隔壁邻居的。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就是你的名字。很多人觉得名字就是个代号，就是几个汉字，那你就太小看老祖宗的智慧了。在中医和玄学里，名字就是你的咒。你想想看，你在大街上走，有人喊一声你的名字，你是不是马上就会回头？你回头的这一瞬间，
是什么在动？是你的肉体吗？不是，是你的神。黄帝内经讲，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当别人叫你的名字，你的神就应了。所以名字就是你灵魂在这个世界上的钩子，是你频率的接收器。我们要把这杯盐水变成你的替身，变成你的护法，就必须把你的神通过名字定在这张纸上。这一步规矩非常大，千万别写错了。第一条铁律，绝对不能用红笔写名字。这一条我必须要大声疾呼。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事，觉得红笔醒目吉利，大错特错。在传统民俗里，什么人的名字才用红笔写？那是死刑犯，那是墓碑上的人。红色属火，主善，主杀伐。你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那是把你的魂魄放在火上烤，是断头之象。你本来想改运，结果先把自己的元气伤了。我们要用什么笔？要用黑笔，不管是毛笔、签字笔、圆珠笔，必须是黑色的。为什么？因为黑色在五行里属水，我们这本身就是个坎水局。水主志，水主脏，水主生辰。用黑笔写名字，是把你的神安安稳稳地藏在水里，受到水的滋养和保护。第二条，纸张的选择，找一张干净的白纸，不要用那是写过字的废纸，也不要用那种带格子的作业本，要纯白无瑕的纸。白色属金，我们在风水里讲金生水，白纸是金，黑字是水，这叫金水相生，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才是我们要的吉象。第三条，怎么写？心法是什么？这一步是关键。你不要像平时签字一样潦草的划两笔，那样没用，神没进去。你要找个安静的桌子坐下来，深呼吸一口气，把心收回来，看着那张白纸，你要在心里默念，这张纸就是我，我现在要把我的霉运转移到这张纸上，然后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下你的名字。如果有想特别关照的人，比如你的孩子或者生病的父母，也可以写他们的名字。但是一张纸只写一个名字，不要贪多。写完名字之后，可以在名字的下方写上一行小字，这行字是你对这杯水的授权，也是你的愿力。写什么呢？如果你最近身体不好，就写身心清净，病气消除。如果你最近总是破财，就写财源广进，债务清零。如果你最近官司缠身，就写小人退散，贵人扶持。切记切记，语言要是正向的，不要写我不要生病，我不要倒霉，潜意识听不懂，不治。你写不生病，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生病。你要直接写你想要的结果，健康、富足、平安。第四步，入水的瞬间，神归肾水。好了，纸条写好了，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入那个饱和的盐水里的。这个动作叫投石问路，也叫神入坎宫。慢慢的把纸条浸泡进去，看着水慢慢浸透纸张，看着字迹在水里变得更加清晰。在这一刻，你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你要想象，你把那个沉重的肉身，把那些烦恼都交托给了这杯大海之水，你的心，也就是你的神，终于回到了清凉的智慧之水，也就是肾里。这就是中医讲的最高境界，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当纸条完全沉底的那一刻，这个风水局就活了。它不再是一杯死水，它是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能量转换器。做完这个动作，你会觉得心里突然一松，甚至会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这就对了，说明你的气机通了。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替身放到合适的位置，让它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很多急性子的人马上就想找个地方随便一摆，且慢，你以为这是在摆花瓶吗？随你高兴，放哪里就放哪里。这是在布阵，这是在打仗。兵法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然人和也就是你的意念最重要，但如果你选错了时间和地点，那是事倍功半，甚至会起反作用。首先我们来讲天时，什么时候把它放下去最灵？绝对不是大中午。中午11点到1点，那是午时，是天地间阳气最旺，火气最烈的时候。我们这一杯是坎水，是至阴
至柔之物。你在烈日当头的时候拿出来，那是水火相克，那个水的灵性直接就被晒干了，被烤焦了。那什么时候最好？听好了，最佳的时间段是下午的5点到7点。为什么？懂中医的人都知道，这是酉时，在子午流注里，酉时走的是肾经。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的吗？盐味入肾，水气通肾。在这个时间点，天地之间的肾气最旺，你身体里的肾气也正好流注到这里。这时候你把这一杯盐水摆上去，那就是同气相求，那就是天人合一，它的共振频率是最高的。而且这个时候太阳刚刚落山，阳气开始潜藏，阴气开始生发，那些躲在角落里的晦气脏东西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这就好比警察抓小偷，要在天刚黑的时候守在那里，一抓一个准。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那就选晚上，睡前摆好，让他在深夜里静静的工作，千万别在上午做。上午是生发阳气去干活的时候，不是搞清理的时候。再来讲地利，这个杯子到底要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这里面有几个绝对禁忌，你们先记下来，犯的就是大凶。禁忌1，绝对不能放床头柜。很多人为了图方便，直接顺手放在枕头旁边，简直是找死。这杯水是干什么的？是吸煞气的，它是垃圾桶。你会把垃圾桶抱着睡觉吗？那个杯子周围的气场是在剧烈交换的。你把它放在离你脑袋那么近的地方，你晚上睡觉会做噩梦，会头晕，甚至会鬼压床，因为你的魂魄被它干扰了。禁忌2，绝对不能放神台。有些人觉得这杯水有灵性，就把它供在观音菩萨或者祖先牌位面前，胡闹。神台是清净之地，是要供香火、供清水的。你弄一杯用来吸污垢的脏水放在菩萨面前，那是大不敬，那是把脏东西引到神位上去了，这是要折服的。禁忌3，不要放在厨房灶台旁边。灶台属火，盐水属水，水火不容，而且厨房油烟重，会封住水的灵气。那到底放哪里？我有3个吉位推荐给你们。上侧，寻找家里的午黄位和二黑位。懂点风水的朋友知道，每一年午黄廉贞星和二黑巨门星飞到的方位，就是家里最凶的方位，是病符位。比如某一年午黄在西北，那你就放西北角，这叫有的放矢。但是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不懂罗盘，也不会算9宫飞星，没关系，大道至简，我教你们中侧。中侧房间的阴暗角落，你们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卧室或者客厅，有没有那个墙角平时扫地机器人扫不到？有没有那个柜子后面常年黑漆漆的那个地方，就是聚气的地方。只可惜聚的往往是死气。把盐水杯放在那个角落里，这就好比你在最脏的下水道口安了一个强力过滤器，那些飘荡在房间里的晦气平时都喜欢往角落里钻，现在他们一钻过去，刚好被盐水瓮中捉鳖。下侧床尾的地上，如果你房间太小没地方放，那就放在你的脚后跟方向床尾的地上，切记要放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地气是通的，盐原本就是地里的东西，让它接地气，它的力量才稳。而且放在脚边，这叫引火归元。现在很多人上热下寒，高血压，头重脚轻，脚底冰凉，为什么？因为火都在头上。我们把这杯盐水放在脚边，就是要把你上半身的燥火往下引，引到脚底，引出体外。这对于那些睡眠不好、血压高的朋友特别有好处。最后摆放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小细节，不要盖盖子。这还需要我说吗？我们要吸气，你盖个盖子怎么吸？但是如果家里有猫狗或者有不懂事的小孩，怕他们喝了，你可以拿一张红纸，上面扎几个洞，轻轻盖在杯口。红色代表警戒，扎洞是为了透气。好了，天时也就是酉时或晚上选好了，地利也就是角落或床尾也选好了。当你把杯子稳稳地放在地上的那一刻，你的心里要说一句话：各归各位，各安天命。从这一刻起，这个局就正式启动了。接下来最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接下来的24小时甚至48小时，这个杯子里会发生一场你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惊心动魄的星球大战。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不动。从这一刻开始，至少24小时内绝对不要去碰它，甚至连看都不要盯着看。
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因为这杯水现在已经不是一杯普通的水了。当你把意念注入进去，当它开始运作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太极点。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了一句震古烁今的话：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其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只有当你处于极度的虚和极度的静的状态时，你才能容纳万物，你才能看到天地万物回归本源的真相。我们这杯盐水现在就在替你守静，它静静地待在那个角落里，看起来一动不动，但是在微观的世界里，在你看不到的气场里，它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杀，它正在利用那个高浓度的渗透压疯狂地旋转，把周围那些乱窜的躁动的属于火和风的邪气强行拉扯进来。这就好比你在做一个极高精度的手术，这个时候最怕什么？最怕干扰。很多朋友特别是心比较急的，或者好奇心特别重的，放下去还没过2个小时就忍不住跑过去看，哎呀怎么还没变色，哎呀那个盐怎么还没化，甚至还有人觉得位置好像没摆正，伸手去挪一挪。胡闹，你这一动就把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个能量场给震碎了。你们要懂物理，磁场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时间来冲磁的。你刚把它放下去，它正在跟周围的环境建立连结，正在铺设那个无形的捕捉网。你跑过去一脚踢翻了，或者是拿起来晃一晃，那个网就破了。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气的反噬。那个煞气刚刚被吸到杯口，正要进去还没进去的时候，你一动杯子，它受到惊吓，猛地弹回来，这叫冲煞。这一冲往往比之前的煞气还重，所以有些人手贱去动了杯子，第二天反而头更痛了，因为你把煞气给激怒了。还有一点，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别盯着看？中医讲眼为神之窍，你的眼神看向哪里，你的神也就是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这杯水是用来吸脏东西的，如果你没事老是盯着它看，你的神就跟这杯脏水连上了，那不是它在吸煞气，那是它在吸你的元气。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4个字：置之不理。把它放下去之后，你就当它不存在。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电视看电视。你要信任它，就像你把衣服丢进了全自动洗衣机，你就相信洗衣机能洗干净。你会不会每隔5分钟就把洗衣机盖子打开看看？你不会嘛？因为你知道你一打开它就停了，程序就乱了。这不仅是风水，这是修心，这也是在考验你能不能放下。你把烦恼写在纸上了，交出去了，那你心里就应该空了。如果你还老是挂念着这杯水，说明你心里的那个石头根本没放下。那万一出意外了怎么办？有些朋友家里有猫猫狗狗，或者是自己走路不小心一脚把杯子踢翻了，不要慌，这也是一种相。这说明你家里的这股煞气太冲了，或者是你的冤亲债主不愿意离开，他在反抗，他在捣乱。遇到了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生气，也不要害怕。你要做的是，第一，马上说一句对不起，打扰了，这是对无形众生的礼貌。第二，把它打扫干净，把水擦干，玻璃渣子扫掉。第三，停3天，不要马上重做，这个气场已经乱了，要让它平复一下。等3天之后，等你心平气和了，再重新选个吉时，重新布阵。诸位，静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能做到这24小时的不闻不问，这杯水才能发挥出它100%的威力。当24小时或者48小时过去了，现在你可以走到那个角落，蹲下来，好好看看你亲手布下的这个局。这时候每个人看到的景象，那是千奇百怪。我告诉你们，不要怕，不管你看到什么，都要心存欢喜，因为这杯水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代表它起效了。它正在忠实的向你汇报你家里的病情。这就好比你去医院拍了个 CT， 片子出来了，医生要给你读片子了。我今天就教你们怎么读片，怎么通过这杯水看透你最近的运势。现象一，水变浑浊了，甚至发黄发灰。如果你看到这个现象，我要对你说3个字：恭喜你。真的，不要皱眉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杯水把你环境里那些看不见的脏兮兮的晦气给硬生生的吸进去了。这就好比我们中医做拔罐，拔完之后背上紫黑紫黑的，吓人不吓人？吓人。但这正是淤血排出来的表现。
如果拔完之后皮肤还是白的，那才叫没效果，那叫病邪入骨，拔都拔不出来。水越浑，说明你之前积压的负能量越多，现在它们被锁在水里了，你家里自然就清净了。现象2，盐巴爬出来了。这个现象最常见也最壮观，你会发现那个原本沉在底下的盐像是有了生命一样，顺着杯壁往上爬，有的爬到了杯口，有的甚至溢了出来，在杯子周围结了一圈白色的盐霜，这在风水里叫盐花开。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家里的湿气太重了。中医讲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是什么？湿气是黏糊糊的像油面团一样的东西，它最喜欢裹挟着阳气，让你动弹不得。你是不是觉得最近身体特别沉重，头昏脑胀，像裹了块布，大便也不成形，做事也是拖泥带水，想得很多，做得很少？这就是湿。这杯盐水利用毛细现象把你家里那个沉重的湿气磁场给吸附过来了，那些爬出来的盐霜就是具象化的湿气，这是大好事，说明你家里的气场开始变干爽了，你的头脑也要开始清醒了。现象3，纸条烂得稀碎，字都看不清了，这是大吉之兆。如果你捞出来的纸条已经烂成浆糊了，甚至那个黑色的字迹都化开了，把水染黑了，这说明你的潜意识非常配合，你真的做到了放下。你的那个旧的我，那个充满了怨气和病痛的我，在水里解体了，这是一个重生的信号，说明你就要脱胎换骨了。现象4，水里起泡泡或者有怪味，如果你没动它，它自己冒泡泡，那是在换气。如果你凑近了闻，闻到一股馊味、霉味或者是铁锈味，千万别嫌弃，那是把你命格里的穷气和衰气给置换出来了。把这些臭气排出来，财神爷那种香喷喷的紫气才能进得来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水清澈见底，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有2种可能，一种是你的运势真的很好，家里气场很干净，这种人很少。另一种也是绝大多数情况，你的那个壳太硬了，你的执念太深了，盐水想渗透进去，但是你心里根本不信，或者你防备心太重，像穿着盔甲一样，盐水攻不进去，吸不出东西来。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反思了，下次做的时候诚心多一点，盐放多一点。除了看杯子，还要看人。孟子说，若药不明显，绝疾不抽。意思是说，吃对了药，攻伐病邪的时候，人一定会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说明病没治好。当你摆了这个盐水阵之后，这24小时里，你的人可能会出现排病反应。反应1，做怪梦，你可能会梦到以前早就忘了的人，或者梦到自己在打架，在奔跑，在呕吐，甚至梦到去世的亲人。诸位不要怕，这是你的魂魄在整理内存，那些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恐惧、焦虑，平时被你压着，现在借着盐水的力量，它们翻涌上来，通过梦境释放掉了。醒来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累，但心里特别轻松。反应2，情绪波动，突然想哭，或者突然很生气，想骂人，让它发泄出来。这是你心包经里的激火在往外散。以前你为了面子，为了生存，憋了一肚子气，现在这杯水帮你引动了气机，把这口憋着的恶气吐出来了。哭完了，你就通透了。反应3，突然的顿悟，这就是水主智的表现。原本那个纠结了好久的问题，这笔生意该不该做，这个婚该不该离，突然之间像一道闪电一样，你想通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就是因为干扰你判断的那些燥火被吸走了，你的本身归位了，智慧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诸位看到杯子变脏了要高兴，做噩梦了也要高兴，这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你要在心里默念一句话，谢谢你帮我承担了这一切。好了，既然他已经吸饱了垃圾，那就要赶紧把他送走，千万别把他留着过年。可倒在哪里，怎么倒，这里面有大因果。很多人前面做的都很好，最后倒水的时候随手一倒，或者心里带着嫌弃和恐惧，结果把那个煞气又给惊到了。我们到了最后一步，也是最容易掉以轻心的一步。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虽然我们请进杯子里的不是神，是把那些倒霉气、病气、煞气给请进去了，
但是送的时候如果不讲究，那很容易前功尽弃，甚至把刚吸进去的晦气又给撞翻了。现在那杯水里装的是什么？你要清醒一点，它已经不是水和盐了，它是一杯高浓度的毒药，是一杯带有放射性的核废料。所以我有几条铁律，你们必须死死记住。铁律一，绝对不能喝，也别让家里的猫狗喝。有人跟我说，尼斯，那个海盐水挺贵的，我不舍得倒，我拿来漱口行不行？胡闹，简直是不要命了。你这是在服毒，这里面全是这几天吸出来的负能量，你把它喝回肚子里，那你不如当初别做。还有人想留着浇花，错，盐是杀植物的，你浇花，花死，你给猫喝，猫生病，这叫以毒攻毒，但你不能把它留在家里。铁律二，动作要快，姿态要稳，24小时一到，或者你觉得吸够了，别犹豫，端起杯子就走。这个时候你的心态要变了，之前你是把它当宝贝，当救命药，小心翼翼地供着，现在它就是一袋垃圾，你要把它倒掉，到哪里？这里面有大讲究，涉及到五行的深刻制化。我有2个选择给你们，看你们的条件。上策回归大地，5行里土克水。如果你家住1楼，或者有院子，或者楼下就是花园泥地，哪怕麻烦一点，我也建议你端着杯子下楼，找一块裸露的泥土地，注意是泥土，不是水泥地，也不是铺了砖的地，把水倒在泥土上。为什么？在五行里，土能克水，大地是最厚重的，是坤卦，厚德载物，它能承载万物，也能化解万物。这杯带着你怨气、晦气、病气的水，一入土就被大地妈妈给瞬间中和掉了，变成了无害的养分。这是最彻底、最环保，也最符合天道的做法。但是记住一点，别倒在花盆里。还是那句话，盐分太高会把你的花咸死，要倒在那种长杂草的野地里。中侧冲进下水道，让水龟砍喂。现在的城里人大多住高楼，找块泥地不容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直接倒进马桶或者洗手池。但是这里有一个心法，你不能光倒就完了，你要打开水龙头，开到最大，或者按下马桶的强力冲水键，在水流卷着那杯盐水旋转下去的那一刻，你要观想，你要在脑子里想象这些倒霉事，这些病痛，这些小人统统滚到地里下去，永远别回来。下水道是城市的幽暗之处，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让这些负能量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不要在人间停留。关于那张纸条怎么办？那张写着名字的纸，这时候可能已经烂成浆糊了，如果还能拿得起来，就捡出来丢进垃圾桶，或者随着水一起冲走。如果有残留粘在杯底，不要用手去抠，脏拿个一次性筷子，或者是多冲几遍水把它冲干净。不要执着于那张纸，纸是象，现在象已经破了，它的使命完成了，它就是个废品。你不要觉得把名字冲进下水道不吉利，那是你的替身在帮你挡灾，他走了你才能活得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嘴里要念咒，在倒水的那一瞬间，不要带着恨意，也不要带着恐惧，要带着感恩的心。你要嘴里念念有词，或者心里默念，感谢大地，感谢水，感谢盐，谢谢你们带走了我的烦恼，我现在把你归还给宇宙。为什么要谢？因为万物有灵，你跟他客客气气的，这个能量场就结束得很圆满。你如果恶狠狠的觉得它是脏东西，那股怨气还是散不掉。这在中医里叫平复。病治好了要安抚一下身体，不要赶尽杀绝。做完之后杯子怎么办？洗干净晾干，下次还能用吗？当然可以，只要没破，它就是个好法器。把它收起来放到柜子里，等下个月觉得自己运气又卡住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多久做一次？很多朋友做了一次觉得很爽，头脑清醒，就问我，尼斯，我能不能天天做？过犹不及，天天吃泻药，人受得了吗？这杯水是强力吸附的，它是个猛药，平时1个月做一次，跟我们家里大扫除一样，初1或者15，选个好日子做一下。如果你最近真的特别倒霉，官司缠身或者病歪歪的，可以连续做3天。做完3天，
必须停。一定要记住，风水是辅助，人才是根本。你不能光指望这杯水，你自己还得吃饭、睡觉、干活。好了，这一套延水改运法的完整流程我已经倾囊相授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改运不在杯子里，而在你的心里。我常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杯盐水充其量只是下医治病的手段。接下来我要教你们的是中医治人，甚至是上医治命的大道。我遇到过这种人，回家兴冲冲的摆了盐水阵，甚至摆了7七49天，结果呢，依然跟老婆吵架，依然生意失败，依然浑身是病。他跑来骂我，倪医师，你骗人，这东西不灵。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看到什么？满眼的戾气，满脸的刻薄，嘴巴一张，不是抱怨社会不公，就是骂儿女不孝，要么就是恨那个借钱不还的朋友。我对他说，朋友，你家里的垃圾也就是煞气，盐水帮你吸走了，但是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垃圾制造机，你一边倒垃圾，一边又在疯狂地造垃圾，那一杯小小的水怎么救得了你？这就好比你得了糖尿病，我这边给你开方子降血糖，你那边每天还要喝10瓶可乐，神仙也救不了你啊。在中医里，心是君主之官，什么意思？心就是身体里的皇帝，圣水也就是那杯盐水是大臣，是用来辅佐皇帝的。如果这个皇帝也就是你的心昏庸无道，残暴不仁，下面的大臣再能干，这个国家也就是你的命，迟早也是要亡的。所谓的改运，改的是什么？改的是你的念头。你那一念贪，火就烧起来了；你那一念嗔，也就是生气，肝气就郁结了；你那一念痴，也就是钻牛角尖，脾胃就停摆了。这杯盐水能帮你把你过去的那些贪嗔痴留下的毒素吸走，给你一个清零的机会。但是清零之后，你往这个空杯子里装什么，全看你自己。如果你装进去的是感恩，是宽容，是利他，那我告诉你，不需要风水阵，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福地。最后我要讲一个只有我们学易经的人才懂的道理。易经64卦，有好卦，有坏卦，有的卦是先吉后凶，有的是先凶后吉，但是只有一卦是全吉的，6个爻辞没有一句坏话。这一卦叫乾卦，地三乾。你们看这个卦象，上面是地，也就是坤，下面是山，也就是艮。山本来是高耸入云的，是很有威严的，但是他就甘愿躲在平地下面。这就告诉我们要低头，要让利，要不争。很多40、50岁的朋友一辈子都在求财、求名、求长寿、求儿女听话，这是向外求，这是索取。宇宙的法则是平衡的，你越想索取，你的能量场就越是匮乏的，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缺，所以你才求。你试着反过来，哪怕你现在很穷，哪怕你现在身体不好，你能不能试着去给什么？我没钱怎么给？你也太小看你自己了。给别人一个笑脸，这叫严师。你的脸好看了，你的运就开了。说一句让人心暖的话，这叫严师。你多夸夸你的老婆，多鼓励你的孩子，家里的阳气就起来了。把你学到的这个盐水法子分享给身边倒霉的朋友，这叫法师。当你开始给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接收到一个信号，我是富足的，我有能力给予。这个信号一发出去，宇宙就会回应你更多的富足。这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才是最高级的风水。现在我邀请大家做一个动作，我们这个评论区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在评论区留下这一句话：我愿洗去尘埃，心存善念，接纳万福。不要小看这个举动，当你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最强的誓愿。几十万人在下面一起留言，这个正向的磁场就会产生共振，哪怕你现在运势低谷，也能被这股巨大的善意给托起来。愿你们每个人的那杯水都能洗尽铅华，愿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尊大光明佛。我们下期再见。